欢迎收看第992期北京不静音。昨天没有更新，于是就有人问我，说北京在于朦胧这个事情上，你是不是已经彻底放弃了？因为呢，我上一期节目的标题里有告别于朦胧这5个字，很多人只看标题就来给我留言。我在节目里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让他安安心的走啊，不要寄希望于什么那些神啊鬼啊，他的灵魂回来报仇，对吧？那活人的事儿得由我们继续活着的人继续的为他去追这个真相和公道，对吧？所以我不会放弃的啊。然后只是呢，有的人说你这个态度特别不积极。我知道很多人呢，之前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儿啊，是因为于朦胧这个事情才好像觉醒了，现在有一腔热血啊，希望能凭着这股热情就能烧出一个结果来。但是不好意思，我可能又要给你们泼冷水啊，没那么容易。有可能会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有可能没有这个真相。也没有这个公道，但你还会不会持续的这么做下去呢？就像我去讲文化大革命这个系列公开课，对吧？我讲了1年半，讲了28讲，这些事儿都是几十年前的那几千万中国人受的冤屈啊。这些事情平反了吗？甚至他们的名字现在人们都不记得了。但这就是实际情况，所以说这些啊，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不会放弃的啊，我会继续的去说下去。那么我这2天在忙什么啊？昨天没做节目，是因为之前给于朦胧做了这24期节目啊，几乎都配上了英文字幕，对吧？这个事儿呢，我原来没做过，所以最早的一些那几期啊，配的英文字幕有问题，就是它显示的时间特别短。不同语言的观众给我留言都说这个问题啊，他们很难看清楚这个字幕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我这几天就在调整这个字幕，基本都调好了啊，也花很多时间啊，但是呢，犯了一个小错误，其中有3期的这个字幕啊，让我给误删了。哎呀，这是一个很大的挫败感啊，因为我又要把这3期的这个英文字幕从头做一遍。真的很费时间，因为虽然有软件啊可以自动的生成这个字幕，但是那个准确度很差，我都要一句一句的去重新调一遍，这个非常花时间。可能比如说半个小时的这一期节目，我可能要用3倍的时间，1个半小时才能把这个字幕全校对好。现在有3期的任务要做。这种挫败感呢，实际上伴随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对吧？我觉得在于朦胧这个事情上，现在很多人也都有很强的挫败感。可能也确实我这个有的时候啊，做节目的这个情绪给不到你们这种情绪价值，对吧？你们觉得有点泄气啊，反正我是没泄气啊。那么我也想告诉你们，就是不要那么急于的就觉得一定能拼出一个结果来啊，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拉锯啊。尤其你面对的是中共这么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黑帮组织，对吧？今天聊什么呢？有人给我留言，想让我聊聊这习近乎和船扑这个他们俩的这个见面啊。这个事情不是口误啊，是有来历的。大家看啊，这个《人民日报》的报道写着啊，当地时间10月30日上午，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乎啊，在釜山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所以呢，我们就按照这个说吧，习近乎啊，挺有意思的，近乎 almost，也不用评定什么台湾了啊，就是近乎于成功，习近乎，然后就有人画了一个漫画，大家看看，2个挥舞着大棒子的啊，一个习近乎，一个船扑，这个还要假装握手。
其实这个事儿啊，我怎么看啊？打关税战之前，不就是中国买美国大豆吗？对不对？然后中国出口稀土嘛，我们简单来说，那关税战一打起来，中国这个不买美国大豆了，稀土限制出口。现在打完了，谈完了，又回到买大豆和出口稀土不限制，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事情做的，对吧？呃，我想说什么呀？就是说啊，其实中美之间的互信是没有的。很多人啊，就是很多有一些中国人或者一些反贼啊，他就特别寄希望于美国啊，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啊，是川普还是再换一个什么人，能够把中共灭了啊。我觉得这个选项啊永远不存在，就是美国永远是自身利益优先的，这个能理解，对吧？无论哪个党，只不过是现在传播啊，把这个美国优先啊这一层底层的逻辑特别赤裸裸的、不要脸的说出来了而已。但其实每一任的美国总统不都是这么做的吗？因为他是美国总统啊，他肯定要优先美国的利益，对吧？所以，怎么说呢？美国对于中国，其实全世界对于中国都是这个态度。就是表面上会说很多关心中国人权呀、这些话，对吧？我说的是政客啊，不是各国的这些很友善的人民啊，我说的是这些政客。但实际上都是不管你中国人的死活的。中国共产党怎么去欺负中国人，其实各国的这些领导人呀、政客其实也不是很关心，表面上说点关心的话，但实际上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对吧？他们不希望中国乱，但是也不希望中国变得特别的强啊。最好就是有这么一个中国共产党啊，可以做做生意，让他去统治中国人，变成一个世界工厂，给中国非常低的这种人权保障，对吧？压榨中国人的这些劳动，全世界都在吃中国的人口红利，这就是过去20-30年全球经济全球化主义的一个本质。那现在这条路走不下去了啊！中国有极大的问题，人口的老龄化，以及这个人口出生率的骤降，以及房地产泡沫崩盘、经济下行，各种问题。所以全世界现在越来越难吃到中国这个红利了，那就是一个新秩序要诞生。中国也在自救，怎么救呢？实际上这次四中全会啊，简单说两，其实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就是理论上一个靠谱的政府，它应该是赶紧调整方向了。未来的5年也好，10年也好，这个经济计划啊，应该是围绕着如何改善民生去做，有非常多的基础工作要做，很艰难的，这届政府应该。结果呢，这个习近乎呢就近乎于疯狂的，近乎于这个忘乎所以的，搞了要科技强国。也就是未来5年、10年，只要他还在啊，那么中国的所有的资源政策都会倾斜向这个发展科技，在全球范围内，在科技领域和美国争霸。那也就是说，能不能成为世界的经济这个科技领头羊啊，以及能不能拿下台湾，这两件事儿就成了习近乎以及中共能不能继续执政的一个合法性根源，在中国人眼里。那么这样做呢，其实结果啊，我们先不说台湾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有可能爆发，对吧？那爆发之后会非常的惨。即便还没有爆发，短期内就中国要发展科技这个事情，举国之力啊，就可以预见未来5年、10年，中国人的日子会，普通的老百姓啊，日子会越来越难，日子会越来越惨。我觉得中国人吧，不要寄希望于别人会救你。就像这次于朦胧这个事情，很多人寄希望于什么于朦胧的魂魄啊，带着地狱的令箭回来报仇。
你为什么不帮他报仇呢？你为什么要等一个死去的人显灵呢？对吧？这是没有意义的，不要依靠别人。嗯，我虽然很努力的在做这些英文字幕啊，是为了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但我没有寄希望于说，这些全世界的人能够真正的帮助中国人改变这个厄运，对吧？因为不是人家的责任，每个人都有现实生活中一堆的事情，每个国家现在都有自己的一些难念的经，对不对？所以中国人还是要靠自己，美国人不会救你的，他巴不得中共继续就这么统治啊，只是现在习近平有点不听话啊，习近平这个觉得自己很强大了，处处开始出征，这个锋芒藏不住啊，这是会有极大的后患的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吧。所以他们俩的这个会晤呢，也就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太多可分析的。我甚至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他们俩人生的最后一次见面，岁数都挺大的。其实每个人和每个人总有最后一次见面，而且呢，就是我们都不知道啊，其实那就是最后一次见面，对吧？其实你想想，你生活中的很多人，可能你已经见过他最后一面了，但是你不知道，直到结果出来。所以他们俩虽然约了什么明年4月船坡还要去访问中国啊，但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见不着了啊？岁数都这么大，而且变数都这么多，对吧？行吧，我们今天就开个玩笑啊，西进湖船坡，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我还得继续去做那3期字幕，拜拜。